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多种西方坦克走上乌克兰战场，已成定局。根据外电的综合报道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美国和英国终于成功的协调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部分西方制造的主战坦克，这可能导致乌克兰战场出现某些新的变化。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经历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在北约范围内大量的搜罗苏联时期制造的特切尔坦克提供给乌克兰，这些坦克已经在激烈的战斗中基本上消耗殆尽。根据国内有关科研部门的统计，到2022年11月底，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呢，损失了超过1100辆主战坦克。乌克兰方面的损失应该是在同样的数量级，这意味着乌军在战前所拥有的坦克，以及在战场上缴获的俄罗斯的坦克，以及北约提供的老式坦克也基本上消耗光了。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市是一个坦克城，有完整的马雷舍夫坦克制造厂，但是自从乌克兰独立，这一家工厂就没有正常的运转过。2014年乌克兰政变以后，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哈尔科夫地区更是处在动荡之中，产能呢是一落千丈，每年能够交付2位数的坦克就算不错了，根本支撑不住战争的残酷的消耗。乌军急需坦克，这是显然的，但是北约在协调援乌坦克问题上却充满了算计与阴谋。首先是政治站队，在这场坦克闹剧当中被推上前台的是德国的总理舒尔茨。美国、英国、法国和波兰一直在要求他向乌克兰提供德国生产的豹2坦克，并且带动瑞典、荷兰这些国家一起提供豹2给乌克兰。德国国防部长布兰雷希特不太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豹2坦克，于是在春节来临之前呢，被迫辞职。坦克是进攻性的武器，美国是在逼着德国与俄罗斯彻底的决裂。当然，德国也不是完全任人摆布。根据媒体的报道德国以及其他拥有豹2坦克的国家明确提出来，提供坦克可以，美国要先做榜样带个头。于是呢，美国不得不在1月24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埃布拉姆斯系列的主战坦克，法国也跟风，考虑提供勒克莱尔坦克给乌克兰。这样的话，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等等终于串在一条绳上了。根据1月25号国外军事自媒体的统计，已经确认提供给乌克兰的西方坦克有14辆挑战者2、14辆豹2 A4 和14辆豹2 A6，等待正式确认的有10多辆豹2 A6、50辆埃布拉姆斯，还有数10辆豹2 A4。讨论中呢还有24辆各式的豹2。这些坦克加起来已经接近一个坦克旅的装备的数量了。虽然俄罗斯不肯承认，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这些坦克都要比俄罗斯的特90要强。其中的优势有2点。一是这些北约坦克普遍采用了自动变速器，会开汽车就能够轻松地掌握驾驶技术，实战当中呢更加灵活。第二点是在火力上，北约坦克的120毫米的坦克炮，无论是精度还是威力，都要比俄罗斯的125毫米炮强。北约坦克的火控系统技术水平要领先俄罗斯，能够实现优先发现、优先瞄准、优先开火、优先击毁。北约坦克虽然性能先进，但维护保养的难度就很大。坦克是在恶劣环境下使用的重型机械，出故障的概率那要比海马斯火箭炮高得多了。维护保养的要求也要苛刻得多，绝不是乌克兰坦克兵短时间所能够掌握的。几乎可以肯定，乌军就算是能把这些西方坦克开得动、打得准，他们也修不了。西方制造的主战坦克还没上阵，俄罗斯呢就已经在展示准备用于对付他们的这些无人导弹攻击车了。有报道说，少数的豹2已经在向乌克兰方向运输。作为60-70吨的重型车辆，要想把这么多坦克集结到位，至少要花1个半月的时间吧。到那个时候呢，乌克兰土地已经冻结实了，正好派上用场。到时候我们正好可以看看几十辆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西方坦克到底如何扭转乌克兰战局。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